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让孔子到死都悔恨不已的问题。他悔的不是没当上皇帝，也不是没留下更多文章，他悔的是有一本书他读得太晚了。这本书就是《易经》。我知道你听到《易经》这两个字，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八成是街边摆摊的算命先生，挂摊上摆着铜钱，嘴里念念有词，专门糊弄老人。你觉得这东西是封建糟粕，是没文化人的迷信把戏。我完全理解你，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今晚，我要用40分钟，把这个误解彻底掰碎。易经从来不是算命书，它是一部人性博弈手册，是一部危机管理教科书，是老祖宗用几千年血泪总结出来的，专门写给我们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人看的保命指南。孔子晚年读它，把串联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了3次。他感叹，要是早点读懂这本书，这辈子能少走多少冤枉路。你想想，孔子是什么人？那是中国历史上公认最聪明、学问最高、最懂人情世故的圣人，连他都说自己悔恨没早读懂。那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坐下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境真的太像了。拼了半辈子命去赚钱，最后人累垮了，病也来了，钱却没剩多少，对人掏心掏肺，最后换来的是背叛和算计。孩子用最好的条件供出来，结果养出来一个啥都不会的主，还整天跟你要钱。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你运气差，而是因为你从来没人告诉你，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说实话，如果是我，没人告诉我这些，我可能也会走同样的弯路。今晚我们就从易经里面最关键的3个卦，把这套保命逻辑彻底讲透。听懂了，你的后半生会稳很多。先讲第一个大卦，干卦。干卦是易经64卦的第一卦，排在最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代表天，代表纯粹向上的力量，代表一个人从无到有，从底层爬到顶点的完整过程。这一卦里有6个爻，从下到上，对应着一个人人生的6个关键阶段。我们不一一细讲，只捡最重要的说。最底下的第一爻叫潜龙勿用，什么意思？就是一条藏在深水里的龙，它有力量，有野心，有冲天的志向，但是时机没到，水位不够，它绝对不能轻易冒头。勿用，不是说你没用，是说你现在出手是找死。这4个字是老祖宗专门写给所有正处于人生低谷、怀才不遇的人看的。你刚入职场，资历最浅，说话没人听；你生意刚起步，规模最小，走哪儿都被人小看。这个时候，你越急着证明自己，你就死得越快。你提出来的宏图大志，领导眼里是异想天开；你展示出来的过人才华，同事眼里是碍眼的钉子。你越表现，越是第一个被淘汰的靶子。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阶段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忍耐当成懦弱。他们觉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却被压着，憋屈，不服气，于是冲动出头，结果把自己提前出局。潜龙勿用根本不是让你认命，他是在告诉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向内积累上，读书，磨技术，观察那些比你成功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怎么待人的，把你的根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等你根足够深了，自然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第二爻叫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你熬过了漫长的蛰伏期，才华和能力已经遮不住了，这条龙浮出水面了。这个时候，易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找到贵人、大人，
在易经里就是能赏识你、提携你、给你提供平台的人。一个人靠自己单打独斗，天花板极低，你必须找到那个能够欣赏你的人，找到那个格局比你大的平台。刘备一辈子颠沛流离，如果没有遇到诸葛亮，可能真的就是个卖草鞋的结局。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易经说的是利见大人，不是利于拍马屁。你去靠近贵人，靠的不是谄媚，靠的是你能为对方解决什么问题。你带着深思熟虑的方案去，带着你能创造的价值去，这才是真正的见龙在田。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一辈子都在等贵人的人，往往什么都没等到，而那些主动展示价值的人，贵人自然就来了。第三爻叫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已经站稳了一定的位置，开始得到赏识，事业蒸蒸日上。但这个时候偏偏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不高不低，上面有领导盯着你，下面有同事嫉妒你，你就站在悬崖边上，稍微飘一飘就能跌落谷底。易经在这里警告我们，要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到了晚上还要回头检查自己今天有没有犯错。身处险境，但只要不骄傲、不懈怠，就不会出大问题。说实话，如果是我，这个阶段我最担心的不是努力够不够，而是能不能忍住那股想炫耀的冲动。因为在上升期飘起来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那批。第四爻叫或跃在渊，无咎。你在深渊里蓄足了力量，到了可以一跃而起的临界点。这个或字用得极妙，它告诉你，你有两个选择：继续待在深渊里安稳没错，但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就要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奋力一跳。这一跳往往意味着风险，可能是辞掉稳定的工作去创业，可能是拿出积蓄做一次重大投资，可能是主动争取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易经说无咎，只要你前三个阶段的功课做足了，这一跳不会让你粉身碎骨。这是在鼓励我们，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要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然后我们到了干卦第五爻，也是最耀眼的一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人生的顶点，你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层，公司最核心的位置，或者在某个领域拥有了令人仰望的名望和权力。这个阶段，你说什么都有人听，做什么都能成，身边围绕着鲜花和掌声，听起来是不是很美？我觉得这恰恰是最需要保持清醒的时刻，因为易经的最后一爻藏着一句让无数人后悔终生的警告：上九，亢龙有悔。亢就是飞得太高，冲得太猛。一条龙如果只知道一味往上飞，不知道适可而止，它最终会因为飞得太高而失去云雨的依托，摔得粉身碎骨，最后只剩无尽的悔恨。这四个字揭示了宇宙间最冷酷的一条规律：物极必反。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当你的事业和财富达到顶峰的时候，下坡路其实已经在前方等着你了。但我们人性的弱点在于，当我们处于飞龙在天的状态时，强烈的成就感和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所向披靡的错觉。我们往往会把时代的红利、运气的加持，错误地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于是野心开始无限膨胀。明明现有的财富已经足够全家人衣食无忧过好几辈子，但看着别人赚得更多，心里就不甘心。原本稳健经营的生意，非要加上几倍的杠杆去跨界投资；原本已经可以急流勇退的岗位，非要为了更大的权力去参与更凶险的斗争。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多少在事业巅峰期风光无限的老板和高管，却在即将步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突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深陷抗呢？为什么他们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却在拥有了一切的时候输得一无所有？历史上因为不懂亢龙有悔而死无葬身之地的大人物数不胜数。秦朝的宰相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位极人臣。如果他懂得在巅峰时收手，告老还乡，他将是千古名相。但他在秦始皇死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贪恋那高高在上的相位，竟然选择和赵高同流合污，篡改遗诏。结果呢，他这条飞得过高的亢龙，最终被赵高陷害，落得个腰斩于咸阳，满门抄斩的凄惨下场。他在临行前对儿子说：“真想再和你牵着黄狗去上蔡东门打猎啊，可惜再也做不到了。”这就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悔。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商场，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商业巨头，有多少是因为不懂得收手而倒下的？公司已经上市了，利润已经很可观了，但为了追求虚名，盲目举债扩张，涉足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结果市场环境一变，资金链瞬间断裂，不仅把前半生积攒的财富亏得一干二净，还背上了几辈子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那些到了本该安享天年的岁数，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昔日富豪，他们在深夜里品尝的，不正是亢龙有悔这四个字的苦涩吗？所以易经给我们的第一道保命防身术就是两个字：知止。当你的财富和地位达到一定高度时，千万不要再去追求那个100%的圆满。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十全十美在易经里是不存在的。一旦圆满，立刻就会走向残缺。这个时候，最高级的智慧不是继续冲锋陷阵，而是见好就收，及时变现，把那些高风险的资产转化为安全的防御形态，守住那80%的胜利果实，带着家人全身而退，你才是这场人生游戏真正的顶级大赢家。明白了进退的规律，很多人确实做到了及时收手，把大量的现金和资产安安稳稳地存在了名下。他们以为只要不乱投资，这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么你即将面临一个比破产更可怕、更让人痛不欲生的劫难。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拆迁或者某种机遇突然暴富，或者买彩票中了大奖，可是不出3年，这个家里必定会出大事？不是家里人得了重病，就是出了个沾染恶习的败家子，财富不仅没有带来幸福，反而成了催命的符咒。这究竟是为什么？要解开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财富诅咒，我们必须翻开易经的第2卦坤卦。如果说干卦代表天，代表进取，那么坤卦就代表地，代表承载。坤卦里有一句所有中国人都听过，但9成9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的话：厚德载物。这4个字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号，而是宇宙间最冷酷、最精密的能量守恒定律。什么是物？物不仅仅是金钱，它还包括你的权利、你的名声、你的地位。什么是德？德也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做好人、做善事。在易经的维度里，德指的是你的认知格局、你的心胸容量、你承受压力的能力，以及你对这个社会创造的真实价值。你的德行就像是一张承载万物的桌子，而你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就像是压在桌子上的重物。这张桌子能承受多大的重量，是有严格物理规律的。如果你的桌子是用上等小叶紫檀做的，4条腿粗壮坚实，你在上面放上1吨重的黄金，它稳稳当当，这叫德配其位。但如果你的桌子只是用几块朽木拼凑起来的，你的认知格局极度狭隘，
心胸里装的全是算计和贪婪，你对社会也没有创造什么真正的价值。这个时候，如果老天爷突然给你降下一笔巨额财富，把1吨重的黄金砸在你的朽木桌子上，结果会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这张桌子瞬间就会被黄金压得粉碎，而站在桌子旁边的你和你的家人，就会被这坍塌下来的黄金活活砸死。这就是老祖宗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钱多了反而会生灾，因为在宇宙的底层逻辑里，能量必须守恒。当你获取了远远超出自身德行容量的财富时，这个宇宙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平衡机制，用一种极其暴烈的方式把你多吃进去的能量抽走。它会通过剥夺你的健康来平衡，让你患上无法治愈的重病。它会通过剥夺你的理智来平衡，让你突然迷上赌博或者被诈骗集团洗脑。它甚至会通过你最疼爱的亲人来平衡。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宇宙系统，他从不徇私情，他只认规律。这就引出了咱们为人父母者内心深处最深的焦虑和痛点。我们的孩子，咱们大半辈子拼死拼活，吃尽了苦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省下来的钱全款给孩子买房买车，给孩子留下几百万的存款。我们总以为这是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以为有了这些钱，孩子这辈子就不会受我们当年受过的苦。可是你用坤卦的厚德载物去想一想，你给孩子留下了巨额的物，可是你给他培养了相匹配的德了吗？这些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没有感受过赚钱的艰辛，他们的心力极其脆弱，格局极其狭小。他们那张人生的桌子是用玻璃做的。当你把一辈子积攒的财富突然交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你这哪里是在给他们留后路，你这分明是在给他们递上一把杀人的刀。他们驾驭不了这些财富，这些钱就会反噬他们，他们会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去结交狐朋狗友，最后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毁灭。你有没有发现，古人说的那句话，留给子孙万贯家财，不如留给子孙一身本事，背后藏的正是这个道理。如果他不具备承载财富的德行，这些钱就是他走向万劫不复的催命符。所以《易经》给我们的第2道防身术，就是厚其德，以载其物。当你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每天要思考的绝对不是怎么去赚更多的钱，而是怎么去拼命加厚你那张桌子的桌腿。你要开始做慈善，回馈社会，你要开始修身养性，扩大自己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你必须狠下心来，停止无底线的物质供给，逼着他们去吃苦，去经历挫折，去培养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善良正直的内心。只有当你和你子孙的德行厚重到足以承载那些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才能真正变成你家族世代相传的福祉，而不是一颗定时炸弹。讲到这里，我们已经通过干卦学会了知进退以避灾，通过坤卦学会了厚其德以守财。这进与退的哲学，这德与物的平衡，如果我们都能烂熟于心，严格执行，按理说人生下半场应该稳如泰山了吧？如果你觉得做到这2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你就太低估这个社会人性的险恶了。你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攀比和嫉妒的社会网络中。当你事业有成，家底丰厚，就算你知道适可而止，不再扩张，就算你心怀善念，到处捐款，但在别人的眼里，你依然是一块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肥肉。东野圭吾说过，这世上最深不可测的，一是太阳，2是人心。有时候别人恨你，不需要你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你过得比他好。
这种隐藏在暗处的嫉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毒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当周围的人都用嫉妒、眼红甚至仇恨的目光盯着你的时候，你的财富和地位就处在一种极度危险的悬崖边缘。他们会想方设法给你使绊子，在背后造谣重伤，甚至联合起来把你拉下神坛。面对这种由人性阴暗面交织而成的天罗地网，难道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吗？易经这部穷尽了宇宙天机的奇书，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道可以抵御一切恶意、化解所有暗箭的终极防御？答案是肯定的。在易经浩如烟海的64卦384爻中，几乎每一卦都有吉有凶，都有它潜在的危机和凶险，唯独只有一个卦象打破了这个规律，做到了真正的完美无缺，六爻皆吉。这个卦象就是保全了无数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平安着陆的终极护身符，它就是易经第15卦乾卦。我们来深度拆解一下乾卦的卦象。乾卦的上面是坤卦，代表大地，代表平原；乾卦的下面是艮卦，代表高山。把高山放在大地之下，这就是地山乾。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座巍峨雄壮、高耸入云的大山，它本来应该高高在上，受万物仰望，但是它却甘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把自己庞大而坚硬的身躯深深地隐藏在平坦卑微的大地之下。表面上看，那里只是一片平淡无奇的土地，谁也不知道，在那平凡的土地之下，竟然隐藏着一座足以撼动天地的巍峨巨峰。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感到恐惧的隐忍，这又是一种多么深不可测的生存智慧。很多人对谦虚这两个字有着极大的误解，他们以为谦虚就是软弱，就是唯唯诺诺，就是没本事的人在强者面前的摇尾乞怜。如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完全曲解了易经的伟大智慧。易经里的谦绝对不是让你去做一个任人欺凌的软蛋。真正的谦卦，它的前提是你必须是一座山，你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丰厚的财富和过人的才华，然后你主动选择把这座山隐藏在平地之下。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战略防御，是一种看透了人性本质之后的终极伪装。为什么老天爷会如此偏爱谦虚的人？为什么乾卦能够做到六爻皆吉？易经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断语：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句话彻底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老天爷的规律就是要把那些满出来的、高高在上的东西给削平，去补贴和滋养那些低下的、谦虚的东西。大地的规律也是让高处的水流向低洼的地方。鬼神的规律是去降祸给那些骄傲自满的人，而把福报赐给那些谦卑内敛的人。人类社会的规律更是如此。所有人都厌恶那些狂妄自大、喜欢炫耀的人，而喜欢亲近那些谦虚低调、温和包容的人。当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把自己所有的财富和锋芒都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时候，你就顺应了天道、地道、鬼神之道和人道。你把自己置于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洼地，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嫉妒、仇恨和算计，就像是射向空中的利箭，因为找不到高高在上的靶子，最终只能无力地坠落。这就是乾卦能够抵御一切恶意、保全家族平安的底层逻辑。那么在我们真实而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乾卦的智慧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庭和积攒的财富呢？我们这大半辈子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手里攒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个时候人性的虚荣心往往会作祟。
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己新买的豪车，喜欢在过年回老家的时候穿金戴银，喜欢在亲戚朋友聚会时高谈阔论自己今年的利润有多丰厚。他们以为这样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能找回当年受过的委屈。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每一次的炫耀都是在给自己家族的防护罩上亲手凿出一个致命的缺口。当你在那些收入不如你的亲戚朋友面前展示你的财富时，你收获的绝对不是真心的祝福，而是刺骨的嫉妒和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会开始在心里盘算着怎么向你借钱，而且这种借钱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如果你借了，你的财富就会被一点点蚕食；如果你不借，他们立刻就会在背后四处散播谣言，说你为富不仁，说你看不起穷亲戚，甚至会因为这份怨恨，在你生意遇到困难时落井下石。你的炫耀就是在主动吸引周围的恶狼，这是在逆天道而行，必将招来凶险的灾祸。真正读懂了易经牵挂智慧的高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深知财不露白，富不还乡的残酷真理。当他们赚到了大钱，会立刻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们出门依然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开着最不起眼的车。在亲戚朋友面前，他们绝口不提自己的利润和成就，反而会主动抱怨现在的大环境有多不好，生意有多难做，自己每天面临着多大的压力和负债。这不是虚伪，这是在启动牵挂的防御结界。当你主动展现出自己的难处，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别人还卑微还焦虑的位置上时，别人原本准备射向你的嫉妒之箭，瞬间就会化为乌有。他们心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平衡感，甚至会反过来同情你，安慰你。你的财富在这种精心的伪装下得到了最安全的保护，你关起门来和家人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在外面却披着一件普通人的外衣。这就是地山签的真实应用。你把你那座金山完美地隐藏在了贫瘠的黄土之下，没有人能觊觎你的宝藏，这才是最高级的保命守财之术。在职场和商场的博弈中，牵挂的智慧同样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当你带领团队拿下了一个重大的项目，当你在行业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时候你就是众矢之的。如果此时你沾沾自喜，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天才，那么你的上司会开始忌惮你，功高震主。你的同事会因为嫉妒而联合起来孤立你，你的竞争对手会把你当成头号打击目标，你就成了那条不知进退的亢龙。而运用牵挂智慧的智者，在取得巨大成功的那一刻，会立刻低下头颅。他们会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把这份耀眼的功劳推给领导的英明决策，推给团队成员的辛勤付出，推给时代赋予的幸运机遇。他们会真诚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当你把荣耀和光环散发给周围所有人的时候，你就化解了可能爆发的信任危机和嫉妒风暴。你的领导会觉得你懂得感恩，且没有野心，从而更加信任你。你的团队会觉得你心胸宽广，从而更加死心塌地地追随你。你虽然让出了表面的名声，却稳稳地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和人心。这就是牵挂里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你越是谦卑，你的形象就越是光辉伟大，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就越是不可逾越。我觉得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它是反人性的。人性天生就想被看见，想被承认，但恰恰是那些能够压制住这种冲动的人，走得最稳，走得最远。通过对干卦、坤卦和牵卦的深度拆解，我们已经掌握了知进退以避灾，后其得以守财、守谦卑以保命的三大中年人专属防身术。
有了这3件法宝，你在人生的下半场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可是这大半辈子走过来，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风顺水地积累下庞大的财富。相反，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此刻正处于人生的绝对低谷。也许你曾经辉煌过，但因为一次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也许你遭遇了最亲密的合伙人的无情背叛，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也许你被突如其来的重病击倒，觉得未来的日子一片灰暗。在这些让人绝望的至暗时刻，当所有的防御术都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从这无尽的痛苦和内耗中解脱出来？易经这部包罗万象的宇宙密码，有没有为我们这些深陷泥潭、伤痕累累的人提供一剂可以起死回生、治愈灵魂的终极解药？答案依然是肯定的。要治愈我们内心的痛苦，我们首先要明白《易经》这部书，它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易这个字包含了3层最深刻的含义：简易、变易和不易。这3个词就像是3把精密的钥匙，打开了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也解开了我们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第一层，简易宇宙间最高深的真理，往往是最简单最质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大道至简，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贪婪和过度思考，把原本简单的生活搞得复杂无比。当你陷入绝境的时候，不要去寻求什么复杂的奇谋妙计，回归最简单的生活常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重身体，这就是最稳固的基本盘。第2层，变易，这是整部书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解开内心痛苦的最强武器。变易告诉我们，这个宇宙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在变。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永恒静止的。财富会聚散，权力会更迭，感情会淡漠，生命会衰老。阴极必生阳，阳极必生阴。太卦走到了尽头，必然是否卦；否卦走到了极点，也必然会迎来太卦。这就是天地万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必然规律。我们之所以会感到那么痛苦，会整夜的失眠焦虑，会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抑郁不振，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违背了变易的规律。我们妄图去抓住那些注定会流失的东西，我们执着于过去的辉煌，无法接受现在的落魄；我们执着于曾经的财富，无法面对现在的贫穷；我们执着于别人曾经的山盟海誓，无法释怀现在的背叛离去；我们用尽全身力气，试图让时间停留在我们最得意的那个瞬间。这就如同一个人站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面前，伸出双臂，妄图去阻挡江水奔流入海一样，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一定会被洪流冲刷得遍体鳞伤。当你真正读懂了易经里的变易，你就会迎来一次彻底的灵魂觉醒。你会明白，你曾经的破产，你遭遇的背叛，你失去的地位，这都不是老天爷在针对你，这只是你的人生卦象在进行一次必然的流转。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一样，你的生命也必然会经历繁花似锦的夏天，也一定会迎来万物凋零的寒冬。如果你在人生的冬天里还非要穿着夏天的短袖去硬扛，还非要抱怨为什么没有温暖的阳光，那你只会在寒风中被活活冻死。易经告诉我们，面对命运的变量，面对人生的低谷，最高级的活法不是去死磕，不是去抱怨，而是要顺应天时。这就是易经里无处不在的核心思想，时与位，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当你的人生处于低谷期，处于损卦或者困卦的时候，这就是老天爷在告诉你，你的冬天到了。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去四处借钱强行创业，不是去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试图翻盘，因为在冬天播下的种子只会被冻死在泥土里。你越是瞎折腾，亏的就越惨。在人生的冬天里，易经教导我们要懂得一个字，藏。就像那些在严寒中冬眠的动物一样，把自己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关掉亏损的店铺，切断无效的社交，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烂人烂事，把所有的精力都收回到自己身上，去读书学习，去锻炼身体，去默默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技能。这不是懦弱，这不是认输，这是顺应天道规律的最高级的蛰伏。你在寒冬里的每一次隐忍，每一次学习，都是在为你生命中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强大能量。只要你活着，只要你不被绝望彻底压垮，当易经的卦象再次流转，当你人生的否极泰来到来之时，你积蓄的能量将会在瞬间爆发，待你重新站上人生的巅峰，你会感谢那段寒冬里独自蛰伏的自己。最后，我们来看易经的第三层含义，不易。在万事万物都在无时无刻发生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本身是不变的，因果循环的法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厚德必定载物，亢龙必然有悔。这些底层的逻辑，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哪怕再过10000年，也绝对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在红尘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一个最坚实的精神寄托。只要我们敬畏这个不易的规律，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守着厚德载物、谦卑低调、知足知止的底线，我们就等于拿到了这个宇宙中最稳定的保险单。外界的风雨再大，经济的寒冬再冷，也无法动摇我们内心深处的安宁与从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天道的。我们不再去追求那种短暂而危险的暴富，我们不再去渴望那种虚无缥缈的虚名，我们只求在规律的指引下过好每一个当下的日子，护佑着家人平平安安。这大半辈子，我们为了碎银几两，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面子，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拼得头破血流，弄得满身伤痕。我们曾经狂妄过，曾经贪婪过，也曾经绝望过。今天，当我们在深夜里静静地读完这部蕴含着宇宙最高智慧的易经，我希望你的内心能够得到一次真正的洗涤和疗愈。请你放下心里那些一直纠缠着你的执念吧，放过那个曾经背叛过你的合伙人，因为他的恶行自有天道的规律去惩罚他。放过那个曾经因为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的自己，因为那只是你生命卦象中一次必须经历的劫难。原谅这大半生所有的遗憾，原谅所有的不甘和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后半辈子，我们不再拿着拼杀的兵法去对抗这个世界，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名满天下，我们只求能够洞悉这天地间进退盈亏的天机，顺应自然法则的流转，在繁华时懂得抽身而退，在低谷时懂得安静蛰伏，用一颗敬畏和谦卑的心去守护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福报和家庭。今晚的这40分钟，我们从干卦的亢龙有悔讲到坤卦的厚德载物，从谦卦的终极防御讲到变易与不易的人生哲理。这不仅仅是在解读一本古书，这更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生阅历丰富之人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深度按摩和重新洗牌。如果你觉得今晚的内容让你有所顿悟，让你心里那个一直解不开的疙瘩稍微松动了一点点，那么请你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顺应天机。
这不仅是你对这部千古奇书的最高敬意，更是你给自己后半生定下的一个庄严承诺。当无数个愿意顺应天机、敬畏规律的灵魂，在这个深夜的避风港里产生共鸣时，我们将汇聚成一股强大而平静的能量。长夜漫漫，我是老高，感谢你陪我走过这漫长而深刻的文字旅程。希望这部易经的智慧能化作你人生下半场最坚固的铠甲和最温暖的明灯。祝你今晚彻底卸下所有的防备和疲惫，心如止水，得一个最安宁、最深沉的好梦。我们下期见。